又是到了1年1度万圣节的日子了。本频道秉持着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原则下，一大早就先来魏武营这里常看。由于汲取去年在凹子里的教训，希望借由这次常看，晚上活动开始的时候，能带女儿好好的逛一遍。这次的主题依旧是这颗大南瓜。说实在的，视野还可以，就是看晚上光幕投影的差别。场地位置视野摆得不错，比去年凹子里好上不少。这颗南瓜摆在这里，就像是刚从田里种出来一样的，让人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。这前方的看台还有可以居高临下的 VIP 位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有人为了要拍摄到最好的角度，晚上7点的活动，下午4点就在这边占位了，实在是有点夸张。不过这个位置是真的视野非常棒就是了。那走近距离来看这颗大南瓜，是真的也魄力十足。这边也就等晚上的活动，看能不能搞出一点新玩意出来。那趁这段时间也先来四处走走。这个活动的主舞台位置现在看起来还好，但是等到晚上摇身变成大魔王城堡来把关，预知详情请待影片后面揭晓。这边就一路往墓碑镇的方向过去，沿途都可以看到一些万圣节的摆饰与看板，是颇为应景的。但是等到晚上的时候，人头比这些南瓜头还要多，完全是拍不出有万圣节感觉的情境。好不容易瞧到个角度，后面又一堆人走过来。魏武营都会公园的灯光本身就较为不充足，白天的时候风光明媚，但晚上的时候不打光还看不到路。也不得不说，这些摆饰还挺耐用的，有一些感觉是去年就看过的装置艺术。不过倒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图个万圣节的气氛罢了。小朋友能开心就好。沿途还能看到一堆像是游行花车的装置艺术，但我一度以为这些花车晚上是不是会开出来游行，而稍微期待了一下。这应该是六福村的当家大怒神吧？想不到也不远千里而来的凑热闹。看来六福村这次也是有备而来的。看着就是很像是可以开的游行花车，对吧？后面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，可以来加强墓碑镇的内容。但这次的墓碑镇感觉有点小啊，小到我以为只有2房1厅的程度而已，住的人真的少成这样。如果各位观众有拍到更好的影片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晚上这里的灯光比较有气氛，如果是太小的小朋友，可能真的会被吓到。尤其现在很多扮鬼修女跟丧尸系列的，一转头真的就是青面獠牙似的猛鬼来袭。那这边我是觉得白天来也不错，趁着人少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完全不用卡位跟顾虑光线，是很舒服的一件事。像是这种单纯装饰艺术，我是觉得可以提早1周就可以先行摆饰，而不是活动限定短短3天就要拆除。虽然为期1周的维护也是成本没错啦，但效应应该是能好上不少。场内虽然有地图，但在晚上的灯光之下，这厕所真的不太好找，尤其是很多岔路，挤过拥挤的人潮后，一个不注意就走过头了。再来，魏武营都会公园虽然大归大，但是公共厕所的分布却有点分散，反而在墓碑镇这里要依靠现有都会公园的厕所。如果是外地游客，要找到厕所也不容易。如果下次再有这种几万人以上的活动，希望主办单位要再多加标示一下就是了。晚上的另一个主题大道——南瓜鬼灯大道，这边的路就明显好走许多，也是这让我以为这边会有花车游行的地方。结果后来发现好像是自己搞错了。那这边的南瓜灯彩绘也都是国小生的精彩作品。如果从逆时针这样逛，一路要走到这里才有厕所。看地图是很近，但说真的是要走上一段才能到。如果对路况不熟，想要抄小路，很可能会迷路在树林里。这次的活动共有3大处市集，这个鬼怪市集就比较内部一点，相对的也比较有万圣节气氛。不过白天来看是没有内用座，不知道晚上有没有开放，要不然这里边走边吃是蛮危险的。这边的巫师帽装置也挺好拍的，
白天来看，反而是别有一番风味。现场也看到很多早上来运动的长辈，也与这些装置艺术来合照。那整个卫武营万圣节活动场地大致就是如此。这次的勘察路线也还算成功，晚上就帮小孩打扮后，就准备过来同乐吧。晚上6点时，就特别从前金捷运站坐捷运过来，想说避开美丽岛站的人潮，想不到一到卫武营站，人潮瞬间挤爆站体。走到南瓜主灯更是如此，完全是走不进去会场。光是从捷运站走到这里，就将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人潮加上几乎民众都是携老带幼的情况，使得现场的状况不断，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被挤散了。加上网络完全没讯号，跟一般市话也打不太通，想要会合更是难上加难。不知道是不是市府没预期会那么多人参与，看新闻是足足涌进10万人潮的数字。以前我还可能会对这个数字产生疑问，但这次这样一挤，真的没有10万，至少也有7万。当南瓜主题灯一亮时，前面民众手机也跟着亮起来。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就是一个大南瓜带着一堆小南瓜，这样突然蹦出来，真的是很有喜感。不过这次的光雕秀性质有点重复性太高了，虽然有加上墓碑镇角色的样式，但跟去年在凹子底时的光雕还是大同小异。虽然是也不错，但就是少了点惊喜感，令人有点过度期待了。先跟各位观众说声抱歉，这边用1分钟的时间来碎碎念。一般而言，我对市府的活动都是相当支持，也都是尽量能到现场来同乐。但这次万圣节的活动让我有种越办越糟糕的感觉。可以去场所、硬体设备不一样的情况不讲，去年的游行活动已经让民众抱怨连连了。本来就是给民众来参与的活动，变成需要报名，而且相关资讯也很难查询到。这也就算了，结果这游行路线也太糟糕了吧！完全切断大南瓜主灯与墓碑镇的路线。一开始还以为是表演团体散场离开而已，后来才发现是游行队伍。然后就一堆人傻傻看这条不足2米宽的游行道路，卡了近30分钟还动弹不得，当下真的会有火气上来。前面的过不去，后面的又一直挤，我是足足绕了很大一圈才过来，真的产生出一种这到底在搞什么的情绪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走回一开始最单纯的五福路游行就好了。毕竟谁都想体验万圣节游行与人同乐的感觉。早上勘察的动线几乎完全失效，走到哪里，小朋友看的都是大人的屁股而已，而我都是看着别人的头前进。这样的万圣节体验对小朋友来讲真的很不好。想要喊个不给糖就倒掉的口号，发现根本没有店家跟民众可以玩，只剩几个小朋友互相交换糖果的互动，多少感觉还有点趣味而已。虽然我能理解是这次人潮太多带来的问题点居多，但对连续2年的游行方式都有点失望。连小朋友都问我是不是今年也没有游行可以走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说真的，与其举办在公园这种封闭型环境，为什么不考虑光荣码头到旅运中心这段的海边路呢？那条路车潮不多，封闭影响度是远低于五福路。旅运中心的场地也非常空旷，也办过万人等级的户外活动。将南瓜主灯设在旅运中心，然后将餐饮市集设在光荣码头那，搭配游行花车从海边路往光荣码头方向走，20分钟一波，大概5、6台主题式万圣节花车，这样既可以有效的疏散人潮，也可以满足一般民众想要参与游行的期待，这样不好吗？这次的活动只能用现今时下最流行的一段话来形容了。这边还是很希望能回归到万圣节的初心，也期待市府团队能再多增加一些不同的方式，来去加强这个高雄大人小孩都期待的万圣节活动。那这次万圣节行程也要结束了，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与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